这是我亲爱的秋季旅行。调皮老爸今天来到了石门水库风景区，搭乘石门游艇，航行在石门水库里，欣赏静谧壮丽的山川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带你们走访石门水库里一个神秘的小岛，岛上有28户的住家，每一户居民都有自己的小船。登上石门水库的最高点大坝松台，鸟瞰整座水库风景。晚餐我们要去吃石门水库最著名的活鱼料理。从石门水库福华度假饭店退房后，我们开车沿着民富街，大约100公尺后，经过石门水库中线管制站，在管制站缴完停车费后，就可以进去石门水库风景区了。整个风景区很大，在风景区里面主要有3个停车场，可以依照你想要走访的景点来挑选一个离你最近的停车场。如果想要近距离欣赏水库泄洪的场景，可以将车停放在北苑停车场。想要赏花，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，在枫林大道欣赏枫叶，就可以将车停放在南苑停车场。如果想要搭乘环湖游艇，将车停放在石门水库码头停车场，会比较近。石门水库码头停车场，同时也是离石门水库游客中心环翠楼最近的停车场，算是整个风景区的中心点。我们今天的第一站要来搭乘游艇环湖。游艇环湖的行程有很多停靠站可以选择，比如龙珠湾、姜母岛、溪口吊桥。我们今天搭乘的游艇要来带我们去一个水库里的小岛姜母岛。游湖全票1个人400元，优惠票300元，没有固定的班次，人坐满了船就出发。你不引起那个水。你也知道，你要跟人鱼抓好，知道吗？不然等下滚下去哦。他是在有在他说要坐船哦，不然大家怎么听得到这边转船在这边？来坐船哦，坐船下来哦。不然你要去帮忙叫吗？好。哇，还真的有人会下来的，陆陆续续下来。对啊，还蛮多人要下来坐船的。这艘游艇里面蛮干净的，木头的椅子跟桌子，桌上有小点心跟饮料，船里面有空调，乘坐起来蛮凉快的。每个座位区旁边都有窗户，坐在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欣赏到窗外的风景。In the middle of this ghost town, is this the end where everything goes down? Are we gonna push through to find out? 航行中，船长还会跟我们解说沿途的风景，我才知道原来石门水库不只是一个水库，它也是一个生活圈。船长也有说到，水库旁边曾经有个饭店，可以近距离欣赏湖景第一排，但因为游客的减少而收掉了。也不难想象，这么美的地方其实蛮让人流连忘返的。或许现在的游客没有10几年前还多，但其实坐在船上往沿岸看，可以发现有很多咖啡厅，还是有游客会来这里喝杯咖啡，悠悠闲闲地望着这片美丽的湖发着呆。Don't forget about us. We're alive, alive. Here we go on another weekend, waking up to these dead end feelings. Haven't seen you up in so long. 我拿着手机不断地按下快门，想要拍下美丽的风景。不知不觉，我们已经抵达了姜母岛游艇码头。现在要来走上去姜母岛。 So much more than wasted times. Here right now, oh, it's like 妈咪，爸比没有看路。有我所以看到啊，他们每天上学都要搭船过来。就搭到那边，然后再去学校啊。爸比倒退走。啊，他们是自己私人的船还是？自己的啊根据船长的介绍，
江母岛上有28户的居民，每一户住家都会有一艘船。平常上班上学都要先搭船到对面的码头，然后再开车或骑车去上班上学。在江母岛上，或许是物资没那么丰富的关系，岛上的商业气息没那么浓厚，人烟也很稀少，看起来游客还比店家还多。我们一上岸看到的这栋白色建筑是以前的旧兵营，现在改建为一间餐厅，但今天没有营业。餐厅旁边的洗手间蛮干净的，往上看有一间卖水晶虾排跟鱼丸汤的摊位，这一间应该是整座岛上唯一一间卖熟食的摊位。我们沿着步道往前走，来走访这神秘的部落。你跟一起玩，玩。孔雀，Hello， 为什么抱成这样？不要吓我的猫咪，我的猫咪都很怕你们，你们还吓它。沿途这样走下来，发现有一些房子没有人在居住了，或许实际在这里居住的人会比船长之前提到的28户还要少。毕竟这里的资源比较少，没有便利商店，没有学校，生活的一切都必须搭船才能取得。但这里的优点就是安静。家里外面的阳台除了晒衣服，还可以坐在这里欣赏美丽的风景。江母岛的沿岸有规划景观水岸步道，可以走在这里欣赏夕阳。这里有一间百年土地庙，是江母岛的制高点。从这里看出去的风景也不错，这里也挂满了许多许愿卡，看来江母岛也是吸引蛮多的游客参观。接下来我们要搭船返回石门水库的大坝码头，要来沿着石门大桥欣赏不同角度的石门水库。这里是环翠楼，也是石门水库的游客中心。还记得10年前跟老婆来这里散步时，环翠楼周边有很多活鱼餐厅，但今天来这里游玩，只剩下一排空荡荡的房子。不过没关系，晚点带大家去吃好吃的活鱼餐厅。我们现在已经走在石门大桥上了。石门大桥上有规划2侧的人行道可以走。我们现在沿着大桥走，来欣赏各种角度的石门水库。在我们的右边是观虹平台，很像一个停机坪，在平台的视野应该很棒。我们现在站在义弘道平台上，其实从平台往下看，真的会腿软，感觉整个人好像要往下坠一样。走到石门大桥的另一端，来到了汉江亭。汉江亭旁边有个往上的楼梯，走上去就是整个石门水库的最高点——大坝松台。不过这里要先提醒大家，
往大坝松台的阶梯很陡，走到后面会有往后倾斜的感觉。如果没有抓好扶手，真的会走不上去。因为太困难了，我就请小女儿在下面的凉亭等我。虽然大坝松台是最高点，但其实视野没有石门大桥辽阔，北边的风景都被树林给遮住。但站在这里，可以看到石门大桥将2个湖隔开的画面，也是非常壮观的一幕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看到了一台行动餐车，这里摆满了座位，好多人坐在这里聊聊天。我们也来点杯咖啡，吃个松饼，休息一下吧。云很棒，好，云很棒。晚上我们来去吃小桥流水餐厅，品尝来石门水库必吃的活鱼料理。小桥流水餐厅有停车场，停车位很多，非常方便。餐厅的座位也很多，每一桌都是10人座的大圆桌。不管你今天是多少人来用餐，一律都是用10人的大桌。用餐的感觉很舒适，餐厅的环境很干净，冷气也很凉。我们今天点了紫姜中卷、鲑鱼生鱼片、蛤蜊汤、清蒸鱼、牛肉炒饭、虾仁炒饭、清炒水莲。清蒸鱼很新鲜，肉质很嫩，吃得出鱼的鲜味。清炒水莲很脆，很好咬。很喜欢水莲咬下去的那一瞬间，脆脆的又有咬劲的口感。炒饭香味很浓郁，一端上来就闻得到肉香味，不会太油，也炒得蛮干的，吃起来不会太腻。紫姜中卷不止中卷好吃，连姜丝我也把它吃光光了。它的姜丝切得很细，吃起来也不会太辣，咬起来也很脆，让人一口接一口。如果你们有机会来石门水库的话，推荐你们来小桥流水餐厅用餐。石门水库很大，我们今天只有走石门大桥，其实还有很多步道可以走。假如你不想走这么多路的话，也可以在水库附近找一间地点不错的咖啡厅，坐下来欣赏风景也不错。下个礼拜我们再一起出来玩吧。调皮老爸，祝你有个开心的一天。